伯纳德·埃尔诺的忽然的开队，让 CNN 的记者一脸尴尬。他本意是想帮黑水公司争取一下舆论环境，抛出一个有可能是被人陷害的疑点。虽说可能信的人不多，但只要提出质疑，就等于是在为对方转移火力。可他没想到，伯纳德·埃尔诺竟然会当着这么多媒体记者的面，直接反驳自己，而且还带着一点羞辱的意味。他只能硬着头皮说：“伯纳德·埃尔诺先生，我并不是福尔摩斯，我只是提出我的一种假设，然后再以我的假设向您来征求一下意见和看法。您如果不赞同我的假设也不要紧，只是希望您不要有什么误会。”伯纳德·埃尔诺冷笑道：“误会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帮美利坚记者脑子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吗？能知道白马岛上的事情影响非常恶劣，所以想尽一切可能的替黑水公司开脱，对不对？”记者尴尬地说：“您确实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我不是想替黑水公司开脱，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个人的一点看法。”伯纳德·埃尔诺满脸鄙夷地耻笑道：“真有意思，你一个记者跑来这里，明面上是想采访我，实际是想通过采访我来表达你的观点，向全世界的观众夹带私货。你不觉得你这么做非常违背一个记者应有的职业道德吗？”周围那些媒体的镜头一下子都对准了这位 CNN 的记者，让他一下子紧张不已，同时又有些无地自容。他只能一脸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埃尔诺先生，可能是我刚才的表达有些问题，我收回我刚才的提问。”伯纳德·埃尔诺点点头，一脸正义地说道：“这件事情，我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而且我也在这里郑重地警告一下某些人和某些群体，如果有人妄图篡改事件真相，那么我一定会尽我所能调查清楚一切，并且将其全部曝光。”许多记者都没想到，原来这个大名鼎鼎的奢侈品巨头竟然如此富有正义感，纷纷自发鼓起掌来。要知道，他之前在国际上的形象可一直都不太好，消费者虽然对他们家的商品趋之若鹜，但是对这个人却都反感不已。可是今天这个人身上迸发出来的人性光辉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再加上他刚刚拯救了上百名世界各地的游客，其中还包含大名鼎鼎的塔瓦纳斯·维特，大家对他的敬意就更深了几分。不只是这些现场的媒体记者对他刮目相看，屏幕前的那些观众也都对他充满敬意。这时候，伯纳德·埃尔诺看向其他记者：“大家还有问题吗？”一众记者纷纷将手高高举起。可奇怪的是，其他几家美国媒体的记者纷纷放下了手。其实他们得到的指令也跟 CNN 的记者一样，都是要在提问环节想办法替黑水公司开脱，或者把观众的思维以及他们的假想目标带偏。可是眼见这老哥一点面子都不给，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弄巧成拙，于是干脆就不提问了。伯纳德·埃尔诺却没打算放过这些忽然低调起来的美利坚记者，他自嘲地笑道：“看来我这个法国老头说话还是太直接了一些，不太讨美利坚记者朋友的喜欢。我在黑水公司的问题上态度稍微强硬一点，你们就连提问都懒得提问了。”周围哄笑声一片，让那几名美国记者面面相觑，羞愧难当。伯纳德·埃尔诺这才又看向法新社的记者，微笑道：“接下来就请法新社的记者提问吧。”法新社的记者立刻微笑着问：“尊敬的埃尔诺先生，我听说你明天就要赶去位于美利坚的联合国总部，而且还要为联合国反恐办公室捐款，请问是真的吗？”“是真的。”伯纳德·埃尔诺微微点头，说道：“发生在白马岛的事件令我个人感觉庆幸又愤怒。庆幸的是，我有这个机缘巧合，也有这个能力解决白马岛上的危机。愤怒的是，这种危机可能随时随地都在世界各地上演着，其他人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时，未必能有我那时的运气，所以我希望尽我自己的微薄之力，为他们提供一点帮助，也希望能够为其他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个人做个榜样，希望他们也能关注到反对恐怖袭击这件事情上来。
也为这件事尽一份力。伯纳德·埃尔诺慷慨激昂的演说，确实感染了周围以及屏幕前的每一个人。如果这种话从其他富豪嘴里说出来，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在演戏，在自我标榜或者立完美人设。但伯纳德·埃尔诺可不一样，他实打实地解决了一场极端严重的恐怖袭击。恰好袭击之前，全世界都通过塔瓦纳的直播关注到了白马岛，再加上后面事情圆满解决，塔瓦纳亲自直播为伯纳德·埃尔诺背书，这个影响力可就太大了。而且在民众面前，人家伯纳德·埃尔诺可不只是出钱买通了恐怖分子那么简单，他还英勇地中了一枪，一看就是经历了随时可能付出生命的危险。这么多因素叠加起来，谁还会觉得他演戏？这一刻，伯纳德·埃尔诺的名声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。此时的叶晨正在躺椅上悠闲地看着手机上的直播。不得不说，这老大爷演技果然了得，那正义凛然的模样，搭配那一头沧桑的白发，坚毅的表情，亲和力、感染力都一顶一的强。而且别看这老大爷年纪不小了，但战斗力确实凶，一下飞机就追着美利坚的记者撕咬。这要是让他到了联合国，可真够美利坚喝一壶了。尤其是黑水公司，此刻恐怕最想的就是干掉这个伯纳德·埃尔诺。可是偏偏最不能干掉的就是他，因为这件事现在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太大。要是他死了，所有人都会把责任归咎到黑水公司头上。而且伯纳德·埃尔诺可不是某个不知名的无名氏，这哥们是曾经的世界首富，谁要是暗杀他，法兰西和欧盟为了自身形象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全世界也会密切关注，讨要一个说法。一时间，黑水公司高层人人自危，不知道伯纳德·埃尔诺明天到了美利坚，又会在联合国搞出什么风浪。去往总统府的路上，伯纳德·埃尔诺脸上洋溢着兴奋又激动的神色。今日的他找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特殊荣誉感。以前他的荣誉感来自于自身的成就，赚了多少钱，全球排到多少名，是他荣誉感来源的关键。但这种荣誉感，别人有时候未必真的会报以正面回应。就好像以前华夏著名的国民老公富二代，他总是以谁都没有自己有钱作为最大的荣誉，但这种荣誉感只会让普通民众排斥，而不会让普通民众产生出对他的认同。而伯纳德·埃尔诺这次的荣誉感，恰恰就是全世界人民给他的，人们追捧他，由衷地认为他是大英雄。这在他的人生经历中也是第一次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对叶晨心生出无穷感激。以前每想到这个坑自己钱的年轻人，他就气得咬牙切齿，可现在再想到叶晨，他就觉得无比亲切，恨不得跟他结为八拜之交。要是也能像那个哈米德一样，跟他称兄道弟，那该多好。从今以后，自己叫他一声叶老弟，他叫自己一声埃尔诺大哥，自己早日在他那攒够500亿经验值，再兑换一颗回春丹，到时候自己名声好，产业大，寿命长，多活一天，那都是顶级人生。此时的法兰西艾丽舍宫总统府，阵仗比机场那边要大得多。总统推掉了今天下午原本的所有工作，只为了在这里亲自接见法兰西几十年难遇的英雄人物，上一个在全世界受到广泛正面关注的法兰西人，搞不好还是面对德意志誓死不屈的戴高乐。而且戴高乐这个人主要就是有气节，要说他真搞出什么大事了吗？其实也没有。法兰西既不是在他手里丢的，也不是他用手抢回来的。在诺曼底登陆，解放法兰西的是美英联军，但伯纳德·埃尔诺就不一样了。这么大的事让他遇上了，还让他给解决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件事从头到尾都被全世界关注着，简直就是给他量身定制的最佳舞台。世界各国都有遇到过破天流量的幸运儿，但他们接到的流量大都只在自己国家的网络上，还从来没有谁能像伯纳德·埃尔诺这样接到全球范围的破天流量。可以想见，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
伯纳德·埃尔诺都将是全世界人民的偶像，甚至往后的每一次恐怖袭击，都会有人想到他这次的英雄事迹。所以，总统也对他格外重视，想要抓住这个机会，狠狠地帮他再立一立人设和形象，同时也让法兰西借这个机会，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一把。国宾车队在埃利社宫正门停稳，伯纳德·埃尔诺在老婆的搀扶下，迈步走进富丽堂皇的艾丽社宫。原本应该在原地等待他上前的总统，立刻主动迈开步伐，快步朝他走来。几个箭步来到跟前之后，他紧紧握住伯纳德·埃尔诺的手，感叹道：“欢迎回家，埃尔诺先生，你是法兰西的英雄。”